女孩本以为自己毫无魔法天赋，直到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天，自己居然获得了足以毁灭世界的力量后，她才猛然发现自己的魔力竟然比妈妈还要强。于是她灵机一动，把火魔法和风魔法组合起来，如此一来清理垃圾就简单多了。但女主不知道的是，她的魔力之强，就连王国10大魔法师都望尘莫及，甚至只要她想称霸世界都不是难事。然而她却打算用这份力量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女仆。原来女主其实是一名转生者，前世的她名叫绿子，从小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超级天才。别的小孩还在学加减法时，她已经掌握了各个领域的大量知识。仅仅6岁，她就拥有远超普通成年人的见识和能力。可正因如此，她反而对世界失去了兴趣。在别人眼里丰富多彩的世界，在她眼中却像一幅失去颜色的画卷。无论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，直到有一天，一位优雅的女仆出现在她面前，那端庄的姿态、得体的礼仪和那行云流水般的动作，仿佛一道光照进了她黑白色的人生。从那一刻开始，她彻底沦陷了。原来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美好的职业。自此之后，她疯狂研究所有与女仆相关的知识，从礼仪到家政，从烹饪到清洁，从服装到接待，凡是与女仆有关的一切，她都如痴如醉的学习。而随着不断钻研，原本失去色彩的世界也逐渐恢复了光亮。长大以后，她甚至专门前往英国深造高阶女仆课程，只为成为最完美的女仆。可不料命运偏偏和她开了个玩笑，就在留学途中飞机遭遇事故，绿子的人生就这样戛然而止。等她再次睁开眼时，已经转生到了另一个世界。起初的她并没有恢复前世记忆，直到某一天，她在街上看到一位女仆，那熟悉的装扮瞬间唤醒了所有记忆，而那份刻进灵魂里的执念也再一次复苏。于是从那天起，她开始偷偷练习各种女仆技能，准备等到15岁成年时给母亲一个惊喜。可就在这天，意外再次降临，母亲病倒了，而且病情急速恶化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，母亲才向她说出了隐藏多年的秘密。原来母亲年轻时曾经当过贵族家的女仆，而她的父亲则是当年的伯爵继承人。换句话说，她其实是伯爵家的私生女。随后母亲给了她2个选择，要么前往伯爵家继承贵族身份，成为高高在上的伯爵千金，要么遵循自己的梦想，继续追逐女仆之路。而如果选择第2条路，那就不要满足于普通女仆，而是要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女仆。听完母亲最后的遗言，女孩没有丝毫犹豫，贵族千金她根本不感兴趣，相比之下，女仆才是她毕生的梦想。可就在她下定决心的瞬间，异变发生了，仿佛连神明都被这份执念所打动。優しく照らせ。何してんだろう。私には魔法の才能なんてないのに。一道神圣祝福從天而降，原本毫無魔法天賦的她，突然覺醒了驚人的魔力。どうして私に魔力が？しかもなんだかお母さんより強いような。こんな魔力。危ないからしまっとこう。そうだ。他尝试将火魔法与风魔法结合，下一秒垃圾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看到这一幕，他顿时双眼放光。如果把魔法用在家务上，那岂不是无敌了？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份力量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。如今他体内储存的魔力，甚至比王国10大魔法师加起来还要恐怖。别说毁灭一座城市，就算毁灭整个国家都不是什么难事。甚至在这个世界原本的命运中，她还是被称为银之圣女的存在。按照既定剧情，她本该与5位攻略角色相遇，集结力量讨伐魔王，最终拯救世界。然而问题在于，她压根不知道这是什么乙女游戏世界，什么圣女使命，什么救世主责任，什么魔王危机，统统与她无关。她唯一在意的事情只有一个：怎样成为最优秀的女仆。为了防止伯爵父亲把自己抓回去继承家业，她立刻利用魔法改变外貌，银色长发变成普通黑发，蓝色眼睛也变成了黑色，随后更是改名换姓，彻底隐藏身份。而事实证明，她的担心完全正确。母亲去世半年后，伯爵果然派出骑士前来寻找失踪多年的女儿。骑士们一路调查，终于来到小镇。可就在他们眼前，一个黑发少女与目标擦肩而过。谁都没想到，他们寻找的人其实就在面前。其中一名红发骑士甚至还热心地给迷路少女指路，却完全没发现对方正是自己寻找的对象。就这样，女孩成功踏上前往王都的旅程。而在马车上，她遇到一位金发青年，对方十分健谈，一路上都在和她聊天。期间，青年感慨车夫技术高超，明明道路坑坑洼洼，却几乎感受不到颠簸。殊不知，真正的原因是女孩悄悄释放了魔法。她在马车周围布下防震结界，让整辆车如履平地。而那名青年其实也隐藏了身份，他正是王国太子马克思。可双方谁都不知道彼此身份。抵达王都后，两人分别。听说女孩想找女仆工作，太子还热心地推荐她去商业工会看看。于是女孩立刻前往工会寻找工作。然而看了半天，大部分工作都不符合她的理想。直到她看到一份招聘启事：全能女仆。看到这4个字，她差点兴奋地跳起来。所谓全能女仆，就是洗衣做饭清洁采购接待全部包办，工作量最大，地位最低，正常人避之不及。可在她眼里却是梦寐以求的天堂职业。私がやりたかったのはこの仕事だわ。幽霊屋敷。按照地址找过去后，他却愣住了，因为眼前的伯爵宅邸简直像鬼屋一样，围墙破损，杂草丛生，石板开裂，怎么看都不像贵族住所。而就在这时，一位金发少女从屋里走了出来。少女虽然长得漂亮，却满脸疲惫，头发凌乱，衣服也十分破旧。她正是这栋宅邸的主人，伯爵千金卢西亚娜。すっごい美少女。
なのに肌も髪もボロボロ、ドレスも古い。得知女孩是来应聘女仆的，卢西亚娜顿时激动得像抓住救命稻草，急忙把她往屋里拉，甚至还想亲自给她泡茶。可女孩一看对方泡茶的方式，立刻坐不住了，茶叶乱放水质也不行。于是她当场接管，先用魔法创造最纯净的水源，然后重新调整茶叶比例，一套动作行云流水。最终，一杯普通红茶竟被她泡出了高级茶会的水准。卢西亚娜喝下第一口时直接愣住了，随后眼泪都差点掉下来。她从来没喝过这么好喝的茶，当场决定录用对方。不过很快，卢西亚娜又变得忐忑起来，因为她不得不说出真实情况。原来按照王国规定，贵族子女15岁以后必须前往王都学习3年。她本来应该和父母一起过来，可因为家族出现变故，只能独自先行。而家里唯一的老女仆后来也因为身体原因离开了。如今整栋宅邸只剩她一个人居住。她本以为说出这些以后，对方会马上离开，可下一秒女孩却激动得浑身发抖。整栋宅邸只有我一个女仆，所有工作都归我，这简直太幸福了。卢西亚娜彻底傻眼了。她第一次见到有人会因为工作太多而高兴成这样，而对于女孩来说，自己两世为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。随后她直接发动魔法，一套精致无比的专属女仆装瞬间出现在身上。更夸张的是，这套衣服附带顶级防御魔法，防御力甚至超过骑士铠甲。别说做家务，就算穿着去讨伐魔王都毫无压力。可就在两人准备开始新生活时，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。如此巨大的宅邸，仅靠一个人打扫根本不现实。然而女孩只是微微一笑，下一秒数十个与她一模一样的分身同时出现。既然一个女仆不够，那就让整个女仆军团一起开工。而这位拥有灭国级力量的最强圣女，也终于开始了她心心念念的女仆人生。